强老登，却意外转生成了一个小女娃。本着扮猪吃老虎的原则，我低调行事了8年，却不料在宗门大比上竟被炮灰看不起，找起了麻烦。表哥苏笑要替我和表妹出头，我连忙一把拉住了他。哥，别直视赵大的眼睛。其实避开迷魂术的方法很简单，只要不看就行。苏笑虽疑惑，但还是照我说的做了。战斗一开始，苏笑就只盯着赵大的脚下，他本就是个剑术天才，光凭脚步也能判断赵大的行动轨迹。如今不受迷魂术影响，赵大瞬间没了招架之力。可没想到赵大竟使用暗器，单纯耿直的苏笑一个没注意便中了招。赵大立刻抓住机会反击，不仅赢了比赛，还不忘贴脸嘲讽。大名鼎鼎的天灵根也不过如此。全场一时间鸦雀无声，无人再敢出头，我只好缓步上前，意见直指赵大。我来陪你玩玩。我以为自己威风凛凛，可显然如今这副样子实在没什么说服力。赵大嗤笑一声，小毛孩，回家喝奶去吧。对他来说，打我这个小丫头只会被骂胜之不武，属实亏了。我早有所料，冷笑着靠近他耳边低语：你也不想你使用邪术的事被曝光吧？还请师兄赐教。臭丫头，是你逼我的，输了可别哭。赵大脸色大变，虽然还在嘴硬，但我话说这份上，他只能应战。战斗一打响，赵大就使出了迷魂术，我站在原地闭上眼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吓傻了。可事实上，这些攻击我只需抬指就可抹去，但这太无聊了。于是就在剑光即将刺中我的那一瞬，我终于动了，手腕一翻，一个漂亮的剑花扫过，对方扑天的剑气瞬间消失殆尽。众目睽睽下，我仅凭最纯粹的剑术基础就秒了赵大。我娴熟的架势让众人呆愣当场，最惊讶的莫过我的爹娘，他们平日里可没见过我练剑。赵大彻底慌了，看向我的眼神仿佛怀疑人生。他攻击越来越猛烈，却全程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最终我不耐烦的一脚将他踹倒在地，他再也爬不起来，只好认输赔罪。这下子全场哗然，我看着台下优雅的拱了拱手，为这场天才秀行了个谢幕礼，心里不禁畅想：我龙傲天回来了。我本是一代最强老登，却意外转生成了一个小女娃。为了扮猪吃老虎，我煞费苦心，但因一场宗门比试暴露了剑术天赋。好在我全程隐匿修为，连后来宗门对我进行灵根2测时，都立足了武灵根太杂，无法精进的废柴人设。众人嘲笑我是个只会耍剑的傻子，我却乐得潜心修炼，不被打扰。可这样的宁静日子还是被打破了，只因有人居然要纳我做妾。15岁这年，我已长成窈窕淑女，表妹苏瑶却依旧平平无奇。每当和我站在一起，她都说自己像是个陪衬的绿叶，可我只是笑笑。只有我知道，有时候美貌对一个人族女子来说未必是好事。今晚我们来参加一场特殊的晚宴，其特殊之处便在于，听说这次竟有仙族出席。世界最早被混沌之气一分为二，仙族居上界，人族居下界，两界相交的界门生有妖兽魔物，会不定期形成兽潮，为祸人间。而凡人修仙意图漫漫，之所以能不受侵害，就是因为仙族提供了功法和灵气与之交换，人族则提供大量资源作为回报。但仙族很少亲临下界，这次参加晚宴倒是稀奇。就在我琢磨背后深意时，却突然感到气氛不对，因为整个晚宴的人好像都在盯着我瞧，都是漂亮惹的祸啊！我连忙让苏瑶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，尤其是那些不怀好意的臭小子。突然，人群一阵骚动。表姐，仙族使者来了。哎，怎么有点眼熟？我竟不知表妹还去过上界，见过仙人呢。我抬眼看去，就见一个家伙迈着4方步走了过来。我突然笑出声来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还真是老熟人啊！我本是一代最强。
兄，这家伙原来是反派，来人正是许杰。此时他正笑眼盈盈地看着我，还向我保证：别怕，我是不会让仙族伤害你的。后大展身手了。第一次下山历练，我和表妹被派去刘公宗交流学习，路途遥远，可没想到刚出门不到10天，我们的盘缠就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只因我和苏瑶每天赶路实在太累，一天能吃8顿，眼见连最后一个子儿都要用尽，我们只能在途经的镇上接了些除妖的委托。镇长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欢迎，一口一个大师亲切地喊着。为了攒路费，第2日我便和苏瑶来到被妖兽侵占的区域，我将神识放出，稍作估算，发现这个小镇方圆30里，少说也藏着100来只妖物。难怪那个镇长对我们那么殷勤。好在于我而言都是杂鱼，被妖兽团团包围下，我打算放个大招，直接扫荡清空。然而不出意料，还是发生了意外。我口中术法才念到一半，就被人打断，一个红发少女从天而降。都退下，让我来。怎么回事？还有抢怪的呢？我2眼瞪了过去，却意外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。这灵力波动竟和灵儿一样，是神品灵气化人，能遇见和灵儿一样的气灵天花板。我的战斗之魂又熊熊燃烧起来，我提起剑就冲上去刺。红毛还以为我是哪里来的炮灰，然而我一剑便挑断了他的一截长发，还并未使出全力，只为能挑起对方战意。果不其然，头发是
每个女孩子最为重要的宝藏。下一秒，红毛就陷入了狂暴状态，手持一柄长枪，狠狠朝我袭来。小贼，受死！红毛少女对我杀招百出，却被我用反复横跳的矫健的身法完美闪避。这怎么可能？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进一步加快了刺枪的速度。然而她刺我躲，我躲她刺，直至我不断拉近距离，一个闪现到她面前，一记猛拳就直接捶了过去。红毛少女反应过来11瓦，竟结结实实挨了我一拳。我心头一颤，刚刚那一拳我不小心用了2.5%的实力，但所幸对手没有嘎。神品器灵果然名不虚传，红毛少女被迫退至墙角。你到底为什么要阻止我杀妖兽？这群怪可是我先看上的好吗？是我的。我这副如同菜市场挑肉般的表情，深深刺激了红毛。他深吸了口气，将长枪刺入虚空。下一秒，只见枪头居然诡异的来到了我的身边。还有这种招数？我的眼睛顿时瞪得闪亮，眼里没有对未知的恐惧，只有对新招式的向往。你完蛋了！呵，我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声闷笑。等了多久才有如此有意思一战？我热血沸腾起来，终于有了上辈子大杀四方的快感。看准机会，我迅速抓住了对面的武器，一击 KO。虽然红毛有点意思，但面对隐藏实力的我，仍不足为惧。无敌是多么寂寞！我站在悬崖边上，感受着自己睥睨天下的雄风。为什么不杀我？红毛爬起来，问出了各大话本名场面的经典句子。就在我决定按套路说出"我从不杀女人"几个大字时，苏瑶却忽然闯了进来。
但是要总往我衣服里钻啊。显然下山历练的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这天我正在斩杀一只妖兽，可刚准备动手，却被一个紫毛抢先了。去了红毛又来紫毛，真是够了。谁抢我人头？我环顾四周，一个美女冲到我面前，霎时将我保护了起来。你一个毫无灵气波动的废柴，跑出来送死干什么？快躲我身后！我还想解释，但紧接着一大批妖兽袭来，紫毛无心听我说话，又冲进兽群里战斗起来。嚯，原来他也是个小天才。紫毛竟是个变异双灵根，如今修为已达筑基后期。一道凌厉的剑气划过，地上的妖兽便躺成一片，见空中还有几只高阶的鸟兽盘桓。我腾空一跃，迈着大长腿就跳到了鸟背上。难得有个漂亮妹子，正是我结交的好机会。我本可以一招解决鸟兽，但这次却特地放水了，一下下把每只鸟踹到地上，再让紫毛补刀，简直配合完美。就这样，所有妖兽都被我们处理得一干二净。这时表妹也赶了过来，紫毛介绍自己名叫许玉，原本一切都好好的，可得知表妹叫苏瑶后，许玉整个人剧烈颤抖起来。你是剑宗第一天才苏笑的妹妹。表妹好奇许玉怎么认识哥哥，可许玉却反倒支支吾吾，只是见过几次罢了。话音未落，忽然又有几个修士走了过来，原来是为了感谢我们除妖，想送我们一些零食。表妹刚要激动起来，然而领头的修士却厉声道：“这零食没有许玉的份，我们不欢迎背叛者。”原来许玉就是许杰的妹妹。虽然许杰也曾是修仙界年轻一代的翘楚，但自从他叛逃，现在许家人都是人人喊打的存在。表妹听了却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先不论事情真假，至少许玉是无辜的啊。苏瑶还在打抱不平，没想到又来了一对男女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表哥苏笑。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，都赶在一起了。我已经有几年没见过苏笑了，如今他也成了那门首席大弟子，和我这外门弟子云泥之别。表妹一个猛扑就跳到苏笑怀里，她还在撒娇，苏笑的视线却转移到我身上。少天啊，真是漂亮呢！她那脸红心动的表情，让我不仅生出了人生一大错觉。苏笑该不会喜欢我吧？哦呀，真稀奇，铁树也要开花了呢。我的遐想被一旁的猫儿女打断了。猫女名叫檀溪，不同于妖魔，她是灵兽修炼化形成人，这是苏笑这个级别弟子的特殊伙伴，是极为稀有的存在。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餐馆，得知我怀里的是隔壁城镇的镇长，却是个隐藏的仙族后，许玉有些好奇，没想到仙族能变成魔纹兽的传说是真的呢。紧接着他便讲起最近江湖上的新传闻，明明最近不是剑门松动的时期，可边境一带却时常有妖魔作祟，非常奇怪。苏笑表示自己知道一些内幕，听说是剑门沉睡的魔主要复苏，因此最近频繁传出异动。檀溪立刻接话，说自己几十年前亲眼看过魔主降世时的情景，那场面可怕至极。可我的关注点却不在这。几十年，我下意识嘀咕着，檀溪却笑着解释，其实我已经是个老婆婆喽。我眉头一挑，默默在心里补充，那这么说我也算老爷爷了。不过这什么破魔主敢跟我这个上任魔尊抢称号，还不如让我来对付。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但是魔主复苏这件事我们不能不管吧。就在我的战斗魂又要熊熊燃起时，好在苏笑过来喊走了檀溪，他们还有任务在身，不能停留，只能遗憾道别。这倒便宜了我和表妹，可以借他们的仙鹤赶路。告别表哥一行人后没多久，我和苏瑶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流光宗。今天正好赶上1年1度的入宗仪式，热闹非凡。更值得开心的是，在交流的修士中，我还看到了许玉。只要我们在此地待上1年，之后去哪都是这片大陆备受瞩目的高级修士。正当我喜滋滋畅想时，流光宗宗主走了过来，看样子是打算给我们这些新来的交换生先立个下马威，来一场抗压测试。我定睛一看，那宗主神情内敛，看着平平无奇，可实际却是化神期高手，好厉害！我心里感慨着，宗主却已轻轻拍手，宣布测试训练正式开始。地面上瞬间升起一个圆台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一股强大的威压便压得每个人跪倒在地。当然，除我之外，这是高级修士对低级修士的天然压制。然而事情还没结束，下一秒又有3只巨大的妖狼从身后小树林里跑了出来。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见面礼，好好享用啊！流光宗主站在原